想，愿意是吧？好，那么在这里呢，老师来给大家去，不是哪个动作不对，而是我们的行为运动方式不对。好，同学们。接下来呢，老师先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前方去给大家去介绍我们关节的构建和组成，然后告诉你它合理运动的方式，再告诉你为什么你打拳膝盖痛，然后再教你如何打拳时去解决这个膝盖疼痛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序的方式啊！来，同学们，首先第一点，首先我们的膝关节的前侧，大家可以把腿伸直，你去摸一摸这个位置有一个盖儿。当然可以啊，美丽的神话没有问题的。你摸摸这个盖儿，这个盖儿是可以上下活动的，这个位置叫做我们的髌骨啊，叫做髌骨。这个地方呢，它有什么？它有上边、下边、左边、右边4个韧带在牵拉住我们的腿。来，同学们，把你的手呢放在你的小盖盖上，然后绷紧你的大腿，看看你的盖儿是不是往上跑了，自己跑了。来，试了，给老师打上一个字是啊。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盖儿上，然后你大腿瞬间绷紧，是不是发现大腿肌肉一绷紧，你的盖儿突然像一个盔甲一样扣在了你的大腿的股骨和大腿的小腿的胫骨上，直接扣在这里了，来避免你的膝关节怎么样？避免你的膝关节产生受伤的问题。来，摸到了没有，同学们？摸住你的小腿儿啊！来，绷紧你的大腿，发现这个盖儿扣你腿上了。来，发现了，打上2个字，发现是打是啊。好，同学们，那这个就是我们膝关节的第一道防护。第一道防护，去避免你的膝关节过度前伸所导致前侧上方跟前侧下方产生疼痛。来，同学们，现在呢，你通过你的膝关节的内旋来让你的膝盖上方超过你的脚尖、脚踝，然后呢，让你的力压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这个位置的紧张感特别明显，尤其是膝关节里头，觉得有一种拉伸感，这个拉伸感让你很不舒服，一直拉到你的脚踝，特别不得劲儿。来，有了，给老师打上一个有。好，再将你的膝关节向外去咧，让你的膝关节外旋超过你的脚踝，来用劲稍微往下压一下，你会发现膝关节的外侧这个位置也有一个非常不舒服、让你难受的拉伸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同学们发现了没有？你的膝盖好像有且只能有一种比较简单的运动方式，那就是折叠。以及非常微小的小腿螺旋。看，这是老师的小腿，小腿向左转，小腿向右转。那你的膝盖能不能乱动？膝关节能不能去产生螺旋运动？答案肯定是不能的，对不对？所以咱们同学们发现了没有？你的膝关节跟你的手肘好像是一个东西呀。你能往内旋，能往外旋，这就相当于你的小腿能往内旋，能往外旋。但是膝关节、肘关节它本身是不能自己动的，不能去转圈的，是吧？好，同学们，那么我们了解了它的构造和它的运动方式以后，我们现在站起来走2步，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膝关节在你行走或者跑步的过程当中，膝盖所朝向的位置和方向永远都在你的第2、第3脚趾的位置，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哪怕你是外八字，哪怕你是小内八，你的膝关节永远都朝向你2、3脚趾的方向。这是你人体的自然生理结构。太极拳说过一句最漂亮的话，叫做我们练拳一定要符合自然生长规律。好，这句话你记心里面，接下来看看正确的太极拳，不伤膝盖的太极拳是不是符合咱们的自然生长规律。好，同学们来看好啊，我们在人体行走的过程当中，你想拐弯，你会发现你会先翻胯，你会让胯通过螺旋来摆动你脚尖的方向，来改变你行走的方向，对不对？好，那我们在打太极拳的时候，你的2脚定到地上了，我们还能不能让胯内旋带动膝盖往里走，外旋带动膝盖往外走？大家自己说能不能？所以膝关节听谁的话？听你胯的话。胯能内旋，能外旋，能上提，能下落。念希宝贝，你见过你的左龙老师什么时候教过这个热身功？念希宝贝，你见过我教过这个热身功吗？我从来没有教过这个热身功的啊！所以同学们不能对。那么大家就会发现，当你在练功的过程里面，你的髋胯就已经不能怎么样，就已经不能在内旋和外旋去控制你膝盖的运动了。那它转而过来转什么？转而过来是脚尖冲膝盖，胯想动可以，但是不能控制你的膝，它只能控制你的什么？控制你的腰。看到了没有？只能去转过头来控制你的腰了。把腿拿出来，膝盖内旋，
是里侧的髂腰肌相合，对不对？好，现在两脚打开，我们身体左侧髂腰肌相合。那么整个过程当中，你就是把髂腰肌的运动，这个运动转变成了从控制下身转变成了控制你的上半身。一样的关节运动，这样是在控制你的腿，这样是在控制你的上身。大家这个地方能理解了，打上2个字理解。能理解了，打上2个字理解。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重心转换和腰当螺旋，它跟你的膝关节好像毛关系都没有。那膝关节的作用是啥？就是一个让你在重心转换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重心由右向左移，保持膝关节和脚踝方向一致；重心向右移，膝关节和脚踝方向保持一致的一个方式。好，宝贝儿，你不理解，不理解更好。为什么不好？因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理解就不理解吧，没有关系啊。所以同学们，你会发现，同样都是关节运动。髂腰肌里合外展和你脚不动，髂腰肌里合外展这2个关节运动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地方发现了吧？所以我们想一想，当太极拳让你两脚脚下生根，不让你乱动脚的时候，膝盖也不能让你乱动的时候，那么你就只可以通过髂腰肌的开合来控制你的上半身了。明白了吧，同学们？所以太极拳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一句话：符合自然生长规律，你的膝关节和脚尖方向永远保持一致，让你的重心由左向右，由右向左进行转换的时候，重心到位，合左胯，腰向左转，保持腰的一个方向不变。重心右移，腰向右转，合右胯向右转腰，你的整个膝关节没有内扣，没有外撇。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还会不会伤膝了？答案肯定是不会伤膝了。那有同学说，老师啊，我觉得我运用这个方式我做的可不错，可好了，但为啥还是膝盖外侧痛或者膝盖内侧痛？看好了，同学们，永远不要对自己特别自信，包括我到我现在我从6岁开始习练太极拳，从6岁一直练到咱们今年的30岁。我现在每天自己练拳的过程当中，依然要照着镜子去看我自己有没有某一个动作大小螺旋没有做到位，从而影响到了我的膝关节啊。好，同学们，老师现在呢给你举出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5种会伤膝的一个原因，大家在直播间里面认真来听啊，认真来听。第一种，两脚平开步以后，认为自己转换重心是什么情况啊？认为自己走出来了后弧，但是后弧错了，你在平移重心。来，同学们看老师的侧面啊，正常在做的时候是圆裆屈膝。身体的重心移动是一个后弧线，腰是没有动的，只是靠下盘圆裆的动作在走。但是我们同学们在第一次学习太极拳的时候，尤其是小白，你对于后弧根本不理解，你只知道左重心和右重心，对不对？所以一旦养成运动习惯，你的重心是在平移。那好，老师来问大家，当你平移重心的时候，你的膝关节从右平移到左，是不是膝关节直接顶撞在自己的膝关节外侧？看啊，同学们看好老师膝盖啊，这是后弧，是脚尖找膝盖的过程。好，这是平移，是不是在去做膝关节顶脚外侧？所以打拳时没有后弧的同学，你一定会膝关节外侧受力，久而久之，膝关节股骨、胫骨中间那一段半月板一定会形成什么？一定会形成半月板外侧受损。然后最开始是韧带拉伤，就这个位置，同学们啊，你最开始如果你感觉到外侧疼，你还能走路，还能上楼，我恭喜同学们，你还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人在忍受痛苦的时候分为12级，对不对？当你的韧带拉伤的时候，无非就是4级和5级的疼痛。当你发现你上楼都上不去，下床都下不来的时候，那么恭喜你，你的膝关节的半月板成功磨坏的软骨组织。因为骨骼的疼痛大概是在7级到8级、10级左右。你像生孩子一块断了12根肋骨，12级疼痛谁受得了？那当你的骨头一旦受损了，一般都是7级疼痛起步，所以你下不来床，上不了楼。那这个时候你去感觉，是不是磨的可以？
这个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正确的方式，大家记住了没有？如果你只是外侧的韧带疼，不影响你的上楼走路日常生活，那么如果说你楼都上不去了，床也下不来了，那宝贝，要么及时调整方式，要么赶紧躺床上休息，不要再去运动了啊。然后等恢复的差不多了，再以正确的方式去运动，去保养我们的膝盖。记住了没有？好，第二个情况，老师啊，我膝关节内侧疼咋整？那膝关节内侧疼呢，一般都是什么？就是老师跟大家嘴皮子都说破的一些事儿。你呀，倒换重心，老师求求你了，能不能把重心移到位，再去转腰做螺旋？能不能重心移到左腿，让左腿的小腿立木顶千斤了，你再去左转腰？来，波哥上场，做腿啊！今天拢了腿让你做，看啊，来。那讲话了，那你做到小腿立木顶千斤了，你再去倒换重心，它不可以吗？对不对？它不可以吗？它不可以吗？啊，对吧？你重心转移到位了，你再去螺旋转腰，你的脚下是虚实分明的，你的膝关节就不会痛。但为什么很多人你是重心没到位呢？刚到这儿转腰，刚到这儿转腰，什么时候伤的膝盖？你重心不到位，你扭了一下，还真没伤膝盖。什么时候伤的膝盖？你第二次重心要回去的时候才伤的膝盖。知道了吧？看到没有？重心没到位，一扭，这一下不伤膝盖，因为它是虚腿，并没有承重。但是你总得有重心回来的时候呀。那膝盖内侧不就开始拧了吗？是不是？所以膝关节的内侧，对，很好。重心没到位，提前去拧转，导致了膝关节的内侧磨损受伤，是不是？对，所以太极拳，尤其是陈氏的基本功，在教学的过程中，它是不可能让你伤害膝盖的，对吧？好，第三个原因，同学们来看好啊，老师来问大家，怎样疼？姐，我刚才好像放了个屁。来，波哥再来，坐我的腿。啊，这回这样起着坐来。什么叫做重心移到位啊？来，同学们啊，现在波哥站起来。好，现在我重心在左腿。好，重心移到右腿，来看好啊。小腿立木顶千斤，起腿。起。扶着我。扶着我啊，扶着呢。别飞。啊！你这和善上。与膝关节垂直于地面的时候，你就做到了小腿立木顶千斤，左腿或者右腿成实腿了以后，你再去转腰螺旋，那么你的膝关节内侧就不会再出现拧转的问题了，知道了吗？老师，请问重心移到位是上身靠到哪里？肩与胯合，还靠到哪里？哪都不用靠。重心到位了，胯会带着你的肩膀自然来到哪个位置。你的腿长腿短跟我不一样呀，宝贝儿，是不是？所以同学们知道什么时候叫做重心移到位了吧？那第三种情况，大家去想一想，在你在练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虚脚吃重心的情况？你说老师，啥叫虚脚吃重心？来，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六风四臂；第二个，白鹅亮翅。接斜行。第三个，包括咱们说的那种叫什么，那还有哪个动作是虚步来着嘞？一时想不起来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在练功的过程当中，你对虚脚的应用，它的掌控是不充分的，一按，就好找这种感觉啊，高探马一推掌。你的双推手，你的很多动作出现了虚脚吃重心，你会发现同学们打完拳之后膝关节很难受。好，那么第三个角度就跟大家去讲，练功的过程当中，老师杨氏泰拳没有大小螺旋和陈氏泰拳有区别吗？区别蛮大的。区别真的蛮大的，就是老师跟大家讲，杨氏转陈氏不好转，陈氏转杨氏也不好转。我是发自内心的跟大家说啊，就是如果你真的下了决心去转了，那你听老师讲，你就把你当成一个比小白还小白的基础，就上来别的别干，先干大小螺旋，先干大小螺旋。但是杨氏转陈氏有一个优势，杨氏转过来陈氏的人，他的拳架都要比从最基础练陈氏的人拳架要好看一点。为啥？
因为杨氏的那个腿呀、小脚丫，他们的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怎么练成那个样子了，就是膝关节和脚尖特别相照，就是有点撑腿的那种感觉。对对，就往这一站是这个状态，就是腿撑得很圆，腿撑得很圆，知道吧？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不过呢，不平啊，不平。大家如果想改的话，其实是可以改，但是注意，你想从一个式子改到另一个式子，先去摸它的基本功，别的不摸啊，别的不摸。哦，欢迎我的爱徒爱宝贝送的好多小礼物，感谢。啊，来，同学们，咱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说下一个点啊。那么我们的膝关节的第4个易错点，大家听好了啊。第4个易错点就是在我们练功的过程当中，你缺少了一个注意事项。什么注意事项？同学们看啊。老师又坐骨疼，又坐骨疼，是因为我们在练功的过程当中顶胯顶得狠了啊！下午好，爱徒，来，同学们看老师啊，现在老师来给大家去说第4个容易引起膝关节疼痛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有个同学说，老师啊，我每次打完拳膝盖不疼，它胀，是咋回事？来，同学们，有没有这样的同学说，老师，我练完功以后我膝盖不疼，它是胀的，胀的我憋得难受。来，有了，给老师打上一个字儿，有啊。老师，我打拳时候膝盖真是不疼，但是它胀了，我憋得不得劲儿。你说它疼吗？它不疼，但它可胀。好，来，同学们，我来跟大家去通过咱们的运动健康2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啊。2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角度，咱们人什么时候会感觉到胀？第一种情况，充血的时候。大家想想是不是？你看啊，把你的手握住握紧，还是食指指尖，是不是充血的时候觉得胀了很难受啊？第一种是胀，第二种就是你关节当中，当滑膜液，当你的身体感受到你在很极端的去摩擦或者磨损你的关节的时候，你的关节大量的在分泌滑膜液的时候，充斥了你整个骨腔。它是不是就感到第二种胀了不舒服，胀了难受，蹲不下去？好，同学们，那么在你发胀的时候，你就要意识到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打拳的时候一定跪膝了。刘老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打拳的时候从来不跪膝。我打拳的时候有时候不注意还跪膝了，更何况你了。同学们，打拳的时候跪膝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因为在跪膝的过程当中，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在你不经意间，老师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当我们在下蹲的过程当中，你在前第一段，你的体能非常充沛，你的大腿的支撑性很好，你根本感受不到，可能会在某一个瞬间出现了一个看到没有？看这个现象啊，重心前倾。然后导致身体产生一个这样的定势，你是感觉不出来的。大家可以去看，给自己录一个视频，你看一看你自己的视频样子，会有很多同学在打拳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懒扎衣是这样的身法，到了玉女穿梭之后的懒扎衣就成这样的身法了。为什么，同学们？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开始通过膝关节去代偿你的大腿。总结说白了，就是咱腿上的劲儿不够，导致了你身体在你大脑不受控制的情况下，让你的重心产生了一个微微的前倾，然后导致了你的膝盖有一点点的顶，然后整个过程当中，你的这个膝关节顶在一起之后，你的身体会大量的往这个位置去输送小黄水水。输送小红水水，什么小黄水水？小红水水啊！然后呢，导致这个位置发热发胀，尤其是打完以后，哎呀，这胀了怎么这么难受呢？还得抓放松。第二种情况就是大家已经开始磨损了之后，你的身体意识到这样的情况很危险，如果再不给你去及时输送那些滑膜液，你的关节就要磨损受伤了，所以它才会在你练完拳之后，大量的去修复你在练拳过程当中产生磨损或者摩擦的部位，来让你感受到肿胀的感觉。所以说，同学们，为什么老师跟大家去讲练拳的时候一定要多练一个基本功？同学们，全屏打上4个字儿：靠墙静蹲。为什么让你天天练这个？因为靠墙静蹲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零基础小白跟傻瓜入门的提升泰拳大腿肌肉力量的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避免膝关节肿胀跪膝的情况。对，靠墙静蹲，
知道了吧，同学们？八极拳、通背拳、形意拳、太极拳，他们这些动作真的就是靠墙静蹲4个大字儿。只要你能蹲得好，对，是的，同学们，只要你练得对了，靠墙静蹲怎么蹲？好有意境啊！蹲就完了啊，同学们，靠墙静蹲，知道了吧？太厉害了，我那是坐着的，我应该装一装，厉害吧？靠墙静蹲，背后对小腿与大腿尽量形成垂直，那虚脚一成立，离地多远？大腿跟小腿垂直，你离地多远取决于你小腿多长，你小腿越长，离地就越远，知道了吧，同学们？所以在练功的过程当中，靠墙静蹲一定要保持好，保持住。能练好之后，老师脚尖为什么要翘起？翘脚尖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孤立你的大腿肌肉，在你移动重心的时候来告诉自己，老子打太极拳就是脚后跟内侧后侧蹬地，哪都不能用，记住了吗？就是只要用前脚掌，你的习惯。来，同学们，大家现在跟老师感受一下，你用脚后跟内侧蹬地，你的重心一定是走后弧的。但如果你敢用前脚掌，你包拧膝的，看到了没有？因为我们人的结构，脚后跟上面是小腿，小腿上面是大腿，脚前掌上面是什么？是空的，所以我们人只能依靠韧带来去进行重心转化。大家记住了吗？记住了，给老师打上2个字，记住啊！所以这是老师给大家总结的5个练拳时常见的伤害膝盖的问题，大家记住了，给老师打上2个字，记住啊 ！OK 了，爱你们啊！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优秀、快乐、漂亮、可爱的小膝盖啊，好不好？往上扒了吧。老师开始打拳的时候特别有劲儿，打到一半时候没劲儿，怎么回事？你看人家黑光同学问的话多实在，不要搞什么玄学的这些东西，也不要搞那些虚的东西，不要太过于美化某些物体。我来跟大家一起讲啊。当你在练功的过程里面，来，老师，咱们在直播间里边将心比心，好不好？将心比心。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打拳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有氧运动？是了，给老师打上一个是。这个有氧运动，它是不是在慢慢的去轻微的消耗大家的体能？你打完拳以后是不是会饿？那你打完拳以后饿是因为什么？因为身体上的能量在消耗嘛，对不对？所以说你饿了，你要吃东西，你要去补充能量，对吧？好，同学们，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有氧消耗式的运动。因为我们人体啊，同学们，大家听老师一句话，现代的运动科学叫做用进废退。你越是有运动消耗，你才能够越是让它怎么样，越是新旧更替去做这个。哎，你看出汗渴，这就是一种新陈代谢，就是一种循环嘛。什么叫新？什么叫陈？新就是新的东西，陈就是旧的东西。新旧的更换，新旧的更替，就叫新陈代谢。是不是同学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做新陈代谢、新旧更替的时候，你想要让身体去产生更多的新鲜的物质，它一定是要吸收能量的。所以我们在打拳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打的过程里面我开始累了，开始打着气不够了。正常，如果打拳时候气不够的时候，或者打拳时候体能跟不上的时候，那么你听老师一句话，咱们非得说一套太极拳打完才算是练功吗？不。你打到哪个地方实在扛不住，来，老师给大家说一个上攻最快的方法。你练什么架？练低架，到这个位置，你就硬扛，扛到不中了，老师不中了，蹲不住了，不中了。好，再去扛一个动作，扛完一个动作之后，好，站起来，酸一会儿，然后抖抖腿，停个30秒钟，接着这个动作，接着往后打。这样不叫断气，这样是招熟长进最快的阶段，知道吧，同学们？你每次练功，就是大家知道啊，现代的运动科学训练方式，它练1天科学方式，能顶上你3天蒙头练的方式，真的，相信老师，现代的运动方式太科学了，很屌了。
真的很屌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尝试用一些现代的方法，用什么？用分组的去打完一套太极拳。你可以试一试，3天，同学们，3天你要长不出来你原来1星期长出来的劲儿，你过来找我，我线下再给你做一个满满的培训，中不中，同学们？所以我跟大家去讲，按照低架去练，练到你用最正确的方式，撑不住不中了，撑不住了，老师真撑不住了，好，慢慢扶腿站起来，停个30秒钟，再往后去走。你下次再遇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对，你下次遇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嘣儿都过去了，你的腿力长得特别好。老师，我打拳时间怎么爱出汗？我也爱出汗呀。我打拳的时候嘎嘎爱出汗，这是好事儿啊，同学们，好事儿。对，打拳时自然呼吸就可以啊，打拳时自然呼吸就可以。所以大家一般遇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慌。我们在练功的过程里面，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提升我们的身体的运动机能，然后慢慢养成练习低架的习惯之后，你能一下子把这个低架练完。同学们，我告诉你，那腿梆一脚上去能蹬死头大象啊！开玩笑，蹬死个人应该是没问题啊，都爆汗。同学们，我也爱出汗啊！来往上走一走，宝贝儿。来，同学们，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开始给大家去讲基本功了啊。来，然后不，过了，往下，对，来再往下。老师，提膝开步时脚容易踩中，怎么回事？你看这个艾莎姐姐说话多好听，爱砸坑就爱砸坑呗，还踩了中。好，同学们啊，打拳的过程当中，如果爱砸坑，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首先，第一，大家来问啊，我问大家，大家回。大家跟着老师练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拳，就是包括不管线下班看老师教学，还是说线上看老师给大家讲基础知识，我们去想一件事情。你的提膝和开步，它都要靠什么在做？来打在公屏上。兰花姐姐说对了一半啊！我们的提膝开步都是靠什么在做的？想一想，我也炸坑，我们都是核弹，咚！没下。哎，燕子姐说对了啊，靠螺旋，靠腰啊，靠腰。来。俺喝口水，喝完水再跟恁讲啊，稍等一下，俺喝口水。啊，可不敢，哥姐们啊，大师肯定是我之上，肯定是在我之上，人家是有不一样的这个优秀的地方的，跟我肯定不一样啊。我小卡拉蜜，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啊，同学们。对，同学们，现在呢，老师把这个腿给你们撩起来看一眼啊。你说我们在开步的过程当中，老师我爱砸坑。啊，对，踩中就是砸坑，踩中就是砸坑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来老师给你去表演一下为什么砸坑。好看啊，比如说我们最经典的金刚岛队，往左斜前方开步，好提膝，好开步砸坑。这一下虽然我砸坑砸的也不重，我砸一下，啊，抬腿啪一下，还有拟声词呢，对，就是落脚的一瞬间，腿控制不住。啊，咱们把这个句话呢稍微美化一点，稍微从运动科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说，说的又好听，让大家又能接受。在做离心运动过程当中，对自己的肢体控制力较差，而产生的落脚发沉。哎 ，OK 不 OK， 同学们，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了？好，翻译成人话就是控不住自己的腿。那我们靠什么控腿呢？首先第一个，同学们，老师来教大家第一个方法，来深吸一口气，把腿抬上去，看看你的腿是不是一下就上去了。来吸气，啊，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小腹内收，腿是不是一下就上来了？来，同学们，上来了，给老师打上一个字上，是不是腿上去了？来，上去给老师打上上啊，来吸气，啊。一吸气，腿一收，嘣儿收到自己的胸前了，人话，过分。好，那我们下一部分啊，在我们吸气以后，把腿收上来之后的动作呢，我们来试2个东西啊。第一个东西，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不要着急把肚子放松，而是让肚子继续保持一个微微的收缩，然后先屈膝。然后慢慢再把腿扔出放出去。来，波波老师，他已经学会了。来，再来啊！过来，看看他们。来，我们跟波波老师一起啊！我什么时候落，你什么时候落啊？来，咱俩一起来，预备，吸气，走。好，
慢慢呼，慢一点，慢一点，控制腿，控制腿，走，怎么样？这货是个初学者，是不是一加上吸气和呼气的时候，慢慢歘一落，会了，好，回去交下学费啊，这让钟师给你报销一下。朋友们看到了没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只有膝盖会左右晃，晃是啥原因呢？来，同学们，第二个点，我们现在吸气和呼气，通过腹腔的力量控制住你的开步的时候，你的脚不砸坑了，是不是？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再稍稍的加上一点螺旋？为啥加螺旋？就是刚才那个同学问了问题，说老师，我开步的时候膝盖来回乱晃。你看啊，膝盖乱晃，一定是你的这个胯，支撑腿的胯能晃的地方，对不对？你看一晃，是不是这儿开合，晃的你浑身都散了？好，为什么太极拳让你螺旋开步？看啊，螺旋提膝，这个过程当中你在螺旋的时候，看老师的胯根啊，你的胯根是不是合上了？合上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不是直接给它卡位、限位，限到你的脚尖方向了？它是不是不晃了？好，开步下沉，怎么样？同学们试一试。因为老师一踢腿膝盖乱晃，那是因为你没有合胯，这玩意儿的空当太大了。刚一踢腿，咣晃，然后螺旋提膝，吸气，卡住你的胯根儿，合住你的胯，把你的膝盖限位限好，然后呼气，好，收腿。这是我们第二个阶段啊，就是你的脚能开出这么大。